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北约它的外长因为北约是个军事集团，但是它召开了一次外长的会议在罗马尼亚就是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一次外长的会议，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9个多月了，现在呢，就是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双方人员的伤亡、兵力的消耗，还有这些武器装备的消耗，以及经济上的这些损失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给世界就是能源市场粮食市场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在俄乌冲突中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进入冬季以来俄罗斯似乎不再就是与乌克兰呢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这种作战，因为短兵相接的作战呢，往往就是人员的伤亡比较大。那他现在怎么做呢？就是用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这些能源设施、电力设施、基础设施。那么打击的后果是什么呢？因为你无论是哪个区域里边没有了电，那么人们就没法生产生活咱们想，电脑它不工作，你怎么工作？就是怎么去大家联系，对吧？你没有电，你说这个机床它怎么转呢？怎么生产？也没办法。还有呢，就是冬天了，那天寒地冻的，大家你穿再多的棉衣，它也是零下10几度，它也没法这个熬过这寒冷的冬天呢。所以呢，缺能源。而俄罗斯它打击了这些基础设施之后呢，它会造成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生产、生活，还有就是这些保障供应就断档了，那就形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你怎么延续这场冲突，或者你怎么进行反攻，这就很困难。所以呢，他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而这个北约的外长会议呢，就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呢就讲说咱们还是要继续首先要一致意见，就是对乌克兰还要采取支持，还是要制裁俄罗斯。那么现在乌克兰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没钱，咱们还要给他提供金钱的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现在受到这个俄罗斯的导弹的攻击，那你必须给他提供相应的就是防空反导的系统，能够打飞机、拦截导弹的这种装备包括雷达导弹等等说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呢意见就不一致了。怎么不一致呢？因为北约这国家里边呢，它有好多是老北约，你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都是老北约国家。而像罗马尼亚、波兰这些国家都是新北约国家，他们更靠近俄罗斯，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威胁受到的安全威胁更大，所以他们认为呢，应该就是北约是一个军事集团，应该把更多的兵力派驻到东欧国家，比如说罗马尼亚，比如说这个波兰这样的国家，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是北约的国家呀。而像乌克兰，它不是北约国家，它只是要求加入北约国家只能是伙伴国这么一个关系。说你现在一个劲儿给他提供钱，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呢，就提出来，你们是不是应该老北约的国家多往我们这边派点兵，多往我们这里边输点武器弹药，保证我们的安全，而不是说呢再继续就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去和这个俄罗斯去交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斯托尔滕贝格，也就是秘书长，就讲个什么呢？他说咱们现在无论是北约还是这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就是金钱和武器装备，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以后，他们付出的是什么？他们付出的是生命和鲜血就是咱们把钱弄出去了，对不对？咱不死人呢，他们是要死人的呀。所以呢，还是应该就是支持他们。那么我们讲呢，这个会议实际上还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因为美国现在并不希望俄乌冲突停滞下来，还是要给乌克兰输送更多的武器装备，让
俄乌冲突呢延续的时间更长一点啊，这样呢更多的去消耗俄罗斯啊，他是这样一个打算。那么既然如此，就涉及到一个怎么保护乌克兰的安全。那现在就是既然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啊，那不简单的是比如说短兵相接的这些轻武器火炮，而是你要提供防空反导的系统。这些系统可是非常昂贵的呀，因为你要拦截导弹，你要有先进的雷达去发现快速的目标来袭，你还要能够精准的对它进行拦截，这种装备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而现在俄罗斯打击的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呢，又遍布在乌克兰的全境之内，那你得提供多少这样的防空反导的设施啊？那么你像东欧的这些新北约国家就说，我自己防御我自己的安全还不够呢，我怎么可能拿出来更多的武器装备去送给乌克兰，让他去防御自己呢？那现在美国现在和这个北约的，就是老北约的国家，比如英国呀、德国呀，意思说前段时间我们这武器装备已经运送了不少了。比如说美国说我都这个海马斯也送去了，这个 M777先进的大口径榴弹炮也送去了，还有很多的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德国也说我这个先进的坦克我也给送去了。那我们已经捐了不少，所以要让新北约的国家去捐，那这就出现矛盾了。新北约的国家东欧的国家就说我防护自己还不够，还有一个就是老北约的国家呢又不愿意就是出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这些老北约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它还有国内的矛盾。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开始的时候呢叫他们就是捐一些武器装备，捐一些钱呢还可以，但是时间旷日持久，已经拖了9个多月了。那这个导致了自己国内的物价上升，也就是说，你看，就是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的物价大概都上升了10%以上。那对老百姓来讲这可不是一个小的负担呢。况且这个冬季呢又来临，能源再涨价的话呢，大家的生活水平肯定要下降，所以很多的百姓呢有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意思说你自己国家的事儿都没管好，你老去管外面的事儿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呢，就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任度下降，就等于挑战政府的这个公信力了。所以呢，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矛盾。那么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呢，实际上北约的外长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就是口头上说我们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继续让他顶住俄罗斯的压力。但是你怎么解决他的问题怎么给他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撑？怎么给他提供就现在急需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北约现在各个国家之间呢，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